总裁老婆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本是他与我大婚的日子，可当他身着婚纱赶到宴会厅时，场内早已空空荡荡，只剩下满脸铁青的娘家人。而此时的我正坐在返回公司的车里。蒋帅，你敢悔婚，我就让你一无所有！我轻笑一声，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语气平静。刘总，你好像搞错了，从今天起，一无所有的是你。说完，我挂断电话，将他的号码拉入黑名单。这场精心策划了5年的婚礼，终于以我最想要的方式拉开了序幕。我靠在迈巴赫宽大的后座上，闭目养神。车内空调的冷风吹在脸上，却吹不散我心头的燥热。今天是我的婚礼，本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可现在我却在赶回公司的路上。副驾驶上，我的特助李想正冷静地汇报着工作进展。先生，银行的王行长已经回话，柳氏科技后续所有贷款审批将全部冻结。创科的李总也已确认启动对赌协议，市场部那边也动手了。关于柳氏科技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负面新闻，3分钟后会全网推送。我嗯了一声，睁开眼，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街边巨幅的电子屏幕上还循环播放着我和柳如烟的婚纱照。照片上的她穿着洁白的婚纱，笑得明艳动人，而我一身笔挺的西装，眼里的爱意几乎要溢出来。多讽刺！5年来，我将所有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了柳如烟和她的事业上。我看着她从一个初出茅庐、四处碰壁的创业者，成长为今天在业内声名鹊起的柳氏集团总裁。我为她铺平了前进的每一条道路，摆平了每一个障碍，动用我身后真正的家族势力，为她换来那些看似是运气的合作。她性子高傲又倔强，总想向世界证明她不依靠任何人，所以我从不告诉她，她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地基是我打的，砖瓦是我砌的，她只需要站在塔顶，享受万众瞩目就好。我要的从来不是她的感激，只是她在我身边时偶尔流露出的那一丝依赖和信任。只是那句带着点不甘心又有点小得意的蒋帅帮个忙，可我等了5年，等来的却是他对我越来越深的戒备和越来越理所当然的索取。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叫陈泽的男人，他是柳如烟的私人助理，一个平平无奇的年轻人，却因为长了一张酷似他车祸去世的初恋的脸而被他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甚至连我们婚礼最重要的婚戒和一份价值连城的股权转让协议，柳如烟都坚持交给他保管，理由是他信得过他。我放在膝盖上的手不自觉地收紧，距离婚礼仪式正式开始只剩下不到10分钟。此时的宴会厅里应该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吧。柳如烟这个做梦都想站在事业顶峰的女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她即将拥有的一切会在她最志得意满的这一天被我亲手摧毁。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泽发来的现场照片。照片里柳如烟穿着那件我亲自为她挑选的价值千万的婚纱，妆容精致，却满脸错愕地站在空无一人的宴会厅中央。她的身后是她那些同样满脸铁青不知所措的娘家人，她一定很愤怒，很想杀人吧。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此刻的表情，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被瞬间击碎后的狰狞。先生，柳小姐的电话。李想提醒道。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如烟2个字，心中一片冰冷，划开接听。蒋帅，你在哪儿？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电话一接通，柳如烟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知道，我们婚礼的日子不过现在取消了。你疯了！你把我的宾客都弄到哪里去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语气里充满了质问和命令。他们只是去参加另一场宴会了，一场庆祝柳氏科技破产的宴会。电话那头有那么几秒钟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蒋帅，你敢悔婚，我就让你一无所有。终于他嘶吼出声，声音因愤怒而剧烈颤抖。我轻笑一声，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张巨大的婚纱照缓缓消失，被柳氏科技产品爆出重大安全丑闻的新闻所取代。刘总，你好像搞错了，我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冰冷。从今天起，一无所有的是你。说完，我不再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直接挂断电话，将他的号码拖进了黑名单。车子平稳地驶入一栋摩天大楼的地下车库，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商业帝国，一个柳如烟从未踏足，甚至一无所知的世界。李想早已在电梯口等候，见我下车，立刻递上一台平板。先生，所有部门都已就位，随时可以开始会议。我接过平板，大步流星地走向专属电梯，电梯门缓缓合上，将外界的喧嚣彻底隔绝。镜子里，我穿着原本为婚礼准备的昂贵西装，胸口还别着新郎的胸花，看起来有些滑稽。可我的眼神却再也没有了照片上的温柔和爱意，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寒意。柳如烟，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柳如烟做梦也想不到，她眼中那个需要依附她、性格温和甚至有些软弱的丈夫，会是这场商业风暴的幕后黑手。此刻的她应该还穿着那身洁白的婚纱，像个疯子一样在空荡荡的宴会厅里拨打着那个永远也无法接通的电话。她会愤怒，会咆哮，会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我这个背叛者身上。她会打电话给她的那些商业伙伴，试图稳住局面，但她很快就会发现，那些平日里对她阿谀奉承的人，此刻都像约好了一样，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含糊其辞。她会冲回公司，试图力挽狂澜，
但迎接他的只会是一片兵荒马乱。我在会议室的巨幅屏幕上实时监控着柳氏科技内部的动态。不出所料，负面新闻一出，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技术部门的核心骨干几乎在同一时间递交了辞职信。他们都是我多年前就安插进去的棋子，只等今天这一声令下。财务总监的电话被打爆，银行催款的，供应商催货款的，所有的压力在这一瞬间同时爆发。柳如烟冲进办公室的画面被监控清晰地捕捉到，她一把将桌上的文件全部扫落在地，婚纱的裙摆上沾染了灰尘，原本精致的妆容也因为愤怒而显得有些扭曲。李总，我们的合作，王行长，贷款的事情。喂，每一个电话换来的都是冰冷的拒绝和挂断的忙音。他终于感到了恐慌，那种一切都脱离掌控的恐慌让他美丽的脸庞变得惨白。他开始砸东西，名贵的古董花瓶，限量的艺术品，凡是能拿到手的东西都被他狠狠地摔在地上，发泄着心中的无力和愤怒。会议室里，我的下属们都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他们看着屏幕里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再看看我平静无波的脸，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先生，柳小姐的父亲柳董事长的电话接吗？我摆了摆手，柳如烟的父亲，一个精明的老狐狸。5年前他看不上我这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极力反对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直到我暗中收购了他公司的一个对家，并以此为筹码，他才勉强松口。这5年来他乐得清闲，将公司完全交给柳如烟打理，自己则退居二线。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坐视不理。让他打，等他什么时候想明白该来求谁，再把电话接进来。李想心领神会点了点头，屏幕里柳如烟终于停止了破坏，她瘫坐在地上，昂贵的婚纱散落一地，像一朵凋零的白玫瑰。她抱着膝盖，将头深深地埋了进去，肩膀微微耸动，她在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脆弱的柳如烟。5年来，她在我面前永远是强势的、自信的，甚至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偶尔遇到挫折，她也只会把自己关起来，默默舔舐伤口，绝不肯在我面前流露出一丝软弱。因为在她心里，我只是一个附属品，一个无法与她并肩，只能仰望她的存在。她不需要我的安慰，更不屑于我的帮助。我的心没有泛起一丝涟漪，哀莫大于心死。当她为了那个叫陈泽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忽视我，甚至在我们最重要的纪念日因为陈泽生病而放我鸽子时，我的心就已经死了。她从不知道陈泽所谓的生病不过是和朋友在酒吧彻夜狂欢，她也从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餐厅，从天亮等到天黑，直到餐厅打烊。服务员同情地看着我，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打包那份早已冷掉的牛排。那晚的雨下得很大，就像我此时的心情一片冰冷。先生，陈泽找到了，他在哪儿？城东的一家私人诊所，似乎是嗨过头了，被人送了过去。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这就是柳如烟不惜放弃我们的婚礼也要等待的重要人物，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瘾君子。他把他当成宝，把我们最重要的婚戒和股权协议交给他，可他却在我们的婚礼当天因为成瘾进了诊所。把消息匿名发给柳如烟，地址和病房号都写清楚，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他心心念念的初恋替身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我要让他明白，他为了一个不值一提的赝品，放弃了一件无价的珍宝。柳如烟，这只是开始，我会让你为你的愚蠢和傲慢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柳如烟收到匿名消息时，正被他父亲的电话吼得焦头烂额。柳如烟，你到底得罪了谁？我们所有的银行渠道都被掐断了，公司的股价已经快跌停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助。废物，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告诉你，公司要是完了，你也别想好过。电话被狠狠挂断，柳如烟失神地跌坐在办公椅上，手机从手中滑落。就在这时，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点亮了屏幕。想知道陈泽在哪吗？城东天使私人诊所302病房。陈泽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柳如烟。她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捡起手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忘了公司的危机，忘了父亲的怒骂，也忘了那个被她抛在脑后的婚礼。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陈泽。监控画面里，她甚至来不及换下身上沉重的婚纱，就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办公室。会议室里，我的下属们面面相觑，表情古怪。先生，这……有人忍不住开口，似乎想说些什么。我抬手制止了他。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女强人，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理如此失态。他们不懂，但他们很快就会懂了。把诊所的监控接进来。大屏幕的画面一分为二，左边是柳如烟开着她的红色跑车，在马路上疯狂疾驰，婚纱的头纱在风中狂舞；右边是诊所302病房的实时画面。陈泽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手臂上插着输液管，一副虚弱不堪的模样。一个穿着暴露的年轻女人
正坐在床边亲昵地削着苹果，时不时地喂到他嘴里。两人有说有笑，看起来关系匪浅。这个女人是谁？一个不入流的小网红，叫 Vivi， 是陈泽众多情人中的一个。陈泽用柳小姐给他的钱，在外面养了不少女人。我点了点头，意料之中，一个能心安理得地扮演别人替身的人，人品能好到哪里去？柳如烟只是被那张相似的脸蒙蔽了双眼，不愿意去相信。她心中的那片白月光早已被染得污浊不堪。很快，柳如烟的身影出现在了诊所的走廊上，她提着婚纱的裙摆，高跟鞋踩在光洁的地板上，发出急促而混乱的声响。她一把推开302病房的门，看到病房内情景的那一刻，她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从震惊到难以置信，再到滔天的愤怒。你们在干什么？病床上的陈泽和那个叫 Vivi 的网红，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陈泽看到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镇定下来，甚至还带着一丝不耐烦。如烟，你怎么来了？还穿成这样？你谁啊？穿个婚纱就跑来别人的病房大吼大叫，有病吧？我是谁？你问问他，我是谁？陈泽皱了皱眉，从床上坐起来，语气敷衍地对 Vivi 说：“你先出去，我跟他谈谈。” Vivi 不情不愿地撇了撇嘴，拿起自己的包，走到门口时还故意撞了柳如烟一下，挑衅地哼了一声。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柳如烟一步步走到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陈泽，眼神冰冷得像要结出冰碴。陈泽，我问你，婚戒呢？还有那份股权协议呢？陈泽眼神闪躲，不敢看他。我放在家里了。家里？哪个家？你外面那些女人的家吗？如烟，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我只是生病了，朋友过来照顾我一下，有什么问题吗？生病？柳如烟的目光落在他手臂的针眼上，那不是普通输液留下的痕迹。你嗑药，嗑到进医院，管这叫生病？陈泽的脸色终于变了。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笑得凄凉，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冲花了她精致的妆容。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你拿着我给你的钱，在外面养了一堆女人。陈泽，你把我当什么了？傻子吗？面对柳如烟的质问，陈泽彻底撕下了伪装。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就不装了。没错，我就是骗了你，那又怎么样？他走到柳如烟面前，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看着自己。柳如烟，你别忘了，是你自己犯贱，哭着求着要对我好的。你明知道我不是他，还非要把我当成他的替身，你享受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现在装什么受害者？你……柳如烟被他的话堵得哑口无言，气得浑身发抖。我什么？你以为蒋帅就是什么好东西？他比我还能装？你真以为他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别天真了，能让柳家老爷子点头的人会是普通人吗？你被他卖了，还在帮他数钱呢。会议室里，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先生，要不要？我抬手示意他不必。陈泽说的没错，柳如烟确实天真，天真到愚蠢，但他很快就不会了。我会亲手将他所有的天真和幻想全部打碎。陈泽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柳如烟的心上。他愣在原地，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震惊。蒋帅不是普通人，这怎么可能？5年前他出现在他生命里时，只是一个刚刚毕业、一穷二白的学生。他温和体贴，总是默默地支持着他，从不过问他的事业，也从不干涉他的决定。他就像一杯温水，平淡却不可或缺。他早已习惯了他在身后的守护，习惯了他的无欲无求，以至于他从未怀疑过这杯温水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深不见底的海洋。你胡说！柳如烟下意识地反驳，但声音却毫无底气。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好好想想，这5年来，柳氏科技的发展是不是太顺利了？那些别人挤破头都拿不到的项目，为什么偏偏就落到你头上了？那些出了名的难缠的客户，为什么在你面前就那么好说话？那是因为我的能力。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你的能力？柳如烟，你别逗了。你的那点三脚猫功夫，在真正的资本大鳄面前，连提鞋都不配。你不过是蒋帅推到台前的一个傀儡，一个漂亮的花瓶而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柳如烟的声音在颤抖，她不愿相信，却又无法反驳。陈泽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精准地扎在她最脆弱的地方。为什么？谁知道呢？也许是爱你，爱到无法自拔，愿意为你付出一切。也许是图你们柳家的家产呢。他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恶意的低语。毕竟，我可是亲手把他签好字的股权转让协议送到了他的人手上。轰！柳如烟的大脑一片空白。股权转让协议，那份他准备在婚礼上作为惊喜送给蒋帅的礼物，将他名下柳氏科技30%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他。他本想用这份协议来弥补自己对他的亏欠，也想借此将他彻底绑在自己身边。可现在，这份协议却成了刺向他自己最锋利的武器。是陈泽和蒋帅串通好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柳如烟就如坠冰窟，浑身冰冷。他猛地推开陈泽，踉跄着后退了2步，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所以
今天的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婚礼是假的，宾客消失是假的，就连你进医院也是假的。真真假假，又有什么关系呢？刘总，重要的是结果。现在柳氏科技很快就要姓蒋了，而你将一无所有。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柳如烟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他转身就往外跑，他要去揭穿他们，他要去告诉所有人，蒋帅是个骗子，是个觊觎他家产的伪君子。然而他刚跑到门口，就被2个穿着黑西装的保镖拦住了。柳小姐，我们先生请您留在这里冷静一下。是蒋帅的人。柳如烟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她终于明白自己掉进了一个多大的陷阱里。从始至终，她都像一个傻瓜一样，被2个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个他以为的挚爱，一个他以为的替身，联手给他上演了一出好戏。蒋帅，你这个混蛋！他发疯似的捶打着保镖，却无济于事。最后，他被强行按在一张椅子上，动弹不得。陈泽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狼狈的模样，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开了免提。先生，都办妥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柳如烟再熟悉不过的，此刻却让他恨之入骨的声音：辛苦了，让他听电话。陈泽将手机递到柳如烟嘴边，柳如烟死死地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如烟，电话里的声音依旧是那么温和，却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意。别白费力气了，从你决定让陈泽保管那份协议开始，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为什么？柳如烟终于开口，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没有为什么，商场如战场，成王败寇而已。你爱过我吗？哪怕只有一瞬间。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出了这个可笑的问题。电话那头，我沉默了很久，久到柳如烟以为我不会回答了。爱，刘总，我们这种人谈爱太奢侈了。说完，电话被挂断，柳如烟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我挂断电话，将手机随意地扔在桌上。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复杂，有同情，有不解，但更多的是敬畏。亲手摧毁自己爱了5年的女人和她的一切，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先生，柳氏科技的董事会成员已经到了，就在隔壁的会客室。我点了点头，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的领口。让他们再等10分钟，我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复一下心情。虽然我告诉柳如烟，我们这种人谈爱太奢侈，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曾多么卑微地爱过她。我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5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柳如烟。那时的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职业装，抱着一沓厚厚的计划书，在各大投资公司之间奔走，却处处碰壁。她倔强地站在我公司楼下，淋着大雨不肯离开，只为了见我们老板一面，争取一个5分钟的机会。那天我恰好路过，鬼使神差地让司机停了车。我递给他一把伞和一张名片，我说：“你的计划书我看过，很有想法，但也很天真。回去好好修改一下，明天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他抬起头，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狼狈不堪。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一头不肯认输的幼兽。那一刻我心动了。后来我成了他的第一个投资人，也是他事业上最大的支持者。我教他如何谈判，如何管理公司，如何看透人心。我陪着他一步步将柳氏科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打造成了今天的行业新贵。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也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直到白头，直到陈泽的出现。他就像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我们的感情里。柳如烟开始变得越来越忙，越来越晚回家。他会因为陈泽的一句话推掉我们早已约好的晚餐，他会因为陈泽生病，在我生日那天缺席我的生日派对。他甚至在我们挑选婚纱的时候，拿着陈泽的照片问设计师能不能设计一款和他初恋女友穿过的款式类似的婚纱。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在他心里可能连一个替身都算不上，我只是他用来对抗家族、证明自己的一个工具，一个在他功成名就之后随时可以丢弃的工具。哀莫大于心死，我开始为自己铺设后路。我利用柳如烟对我的信任，逐渐掌控了公司的核心命脉。我收买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最信任的财务总监。然后我找到了陈泽，我给了他一笔他这辈子都无法拒绝的钱，让他配合我演一出戏，一出让柳如烟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的戏。而今天就是这出戏落幕的时候。10分钟后，我推开了会客室的门，柳氏科技的几位董事都是柳家的元老，也是看着柳如烟长大的叔伯。看到我，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和不自然。蒋帅啊，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烟那孩子呢？我走到主位上坐下，李想将一份份文件分发到每个人手上。张董，各位叔伯，我环视了一圈，声音平静。从今天起，柳氏科技将由我正式接管。这是各位手中股份的收购协议，价格比市场价高出20%。签了字，大家以后还是朋友。如果不签字，各位应该都是聪明人。董事们面面相觑，脸色变幻不定。他们打开文件，看到上面白纸黑字的条款和那个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心里的天平开始剧烈的倾斜。一边是岌岌可危、随时可能破产的公司和那个不成器的侄女，一边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和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年轻人，这个选择并不难做。蒋帅，我抬手打断了他。张董，我再给各位看一样东西。我示意李想将诊所的监控录像投屏到墙上的大屏幕上。当陈泽捏着柳如烟下巴说出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时，当柳如烟为了一个瘾君子将整个公司的生死置之不理时，再无半点商场女强人的风采时，所有董事的脸上都露出了失望和鄙夷的神色。他们把宝押错了，这个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继承人不过是个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蠢女人。各位还需要考虑吗？没有人在说话，会议室里只剩下刷刷的签字声。半个小时后，我拿着一沓签好字的协议走出了会客室。从这一刻起，柳氏科技正式易主，而柳如烟也从高高在上的柳总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失败者。我的手机响了，是陈泽打来的。先生，柳小姐撞墙自杀了。我赶到诊所时，柳如烟已经被送进了抢救室。走廊里，陈泽和那2个保镖垂手站在一旁，脸色都有些发白。怎么回事？先生，我们按照您的吩咐，只是看着他，没让他离开，谁知道他会突然那么激动，一头就撞了上去。我没有再理会他们，径直走到抢救室门口。红色的手术中3个字刺得我眼睛有些发疼。我靠在冰冷的墙上，心里一片混乱。自杀。柳如烟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她怎么会选择用这么懦弱的方式来结束一切？我不相信，这一定是她的苦肉计，是她想博取我同情，让我放她一马的手段。我一遍遍的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心脏那不受控制的抽痛却在提醒我，我远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冷酷无情。毕竟是爱了5年的女人，哪怕这份爱早已被消磨殆尽，但那些深入骨髓的习惯却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抢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谁是病人家属？我是她丈夫。我下意识的回答，随即又觉得有些讽刺。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轻微脑震荡，额头上的伤口缝了7针，需要留院观察几天。听到他没事，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不过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有严重的抑郁和自残倾向，你们家属一定要多加注意，最好找个心理医生介入治疗。抑郁？我皱了皱眉。柳如烟会抑郁？那个永远像个女王一样，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脆弱情绪的女人，我有些难以置信。柳如烟很快被推了出来，转入了 VIP 病房。她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额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隐隐有血迹渗出。曾经那么鲜活明艳的一个人，此刻脆弱的仿佛一碰就碎。我挥了挥手，让所有人都退了出去。病房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我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床边坐下，静静地看着他。那双此刻紧闭着的，曾让我沉沦不已的眼睛，此刻已经暗淡无光。我伸出手想去触碰一下他的脸颊，却又在半空中停住。我们之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是我隐藏的太深，让他感觉不到安全感，还是他从未真正的爱过我，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事业上的跳板？又或者我们都错了，我们都太骄傲，太固执，不肯向对方低头，不肯袒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以至于误会越来越深，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蒋帅，睡梦中他忽然呢喃出我的名字，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似乎在做什么噩梦。我的心猛地一颤。如烟。我下意识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冷，像一块冰。别走，求你别离开我。他紧紧地反握住我的手，眼角滑下一滴滚烫的泪。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他不是不在乎，原来他也怕我离开。可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你要用那种伤人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开？柳如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坐在他床边守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时，他终于醒了。他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我的那一刻，眼神里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又被滔天的恨意所取代。你来干什么？看我笑话吗？他开口，声音沙哑的厉害。公司已经是我的了，你父亲和所有董事都签了字。他听到这句话，并没有像我预想中那样激动或者崩溃，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空洞的可怕。所以呢？所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到他床头。这是离婚协议，签字吧。我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这是我能给他的最后的仁慈。蒋帅，你以为我会在乎那些钱吗？他掀开被子，挣扎着要下床。你要干什么？他却一把推开我，眼神决绝。不用你假好心，我自己能走。他赤着脚，一步步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刺眼的阳光让他不适地眯起了眼睛。蒋帅，他转过身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疯狂的笑容。你赢了，公司我不要了，钱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你把这里欠我的还给我。柳如烟的话像一把无形的锤子，狠狠地敲在我的心上。他要我还他，他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这5年来付出感情的，难道只有他一个人吗？我为他做的一切，难道都是假的吗？柳如烟，你别忘了，是你先背叛了我们的感情，是你为了一个替身，不惜放弃我们的婚礼，把我当成一个笑话。替身？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蒋帅，你到现在还以为陈泽只是个替身吗？我皱起了眉，心里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你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走到床头，拿起那份离婚协议和一支笔。他没有签字，而是在协议的背面写下了一个地址。你去这个地方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将协议扔给我，然后重新躺回床上，闭上了眼睛，一副不愿再多说一个字的样子。我看着手里的地址，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病房。不管他想耍什么花样，我都有必要去弄个清楚。那个地址在城郊的一个墓园，我按照他给的墓碑编号找到了那个地方。看到墓碑上照片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那是一张年轻男人的黑白照片，眉眼清秀，笑得阳光灿烂，而这张脸和陈泽竟有7分相似。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是陈海，生卒年月显示他死于5年前的一场车祸，而立碑人是他的孪生弟弟陈泽以及他的未婚妻柳如烟。未婚妻柳如烟，我的大脑像是被投入了一颗炸弹，瞬间炸得粉碎。陈海才是柳如烟真正的初恋，而陈泽不是替身，是他的亲弟弟。5年前，就在他们即将订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陈海的生命，而我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了柳如烟的生命里。所以他不是不爱我，他只是无法忘记那个已经死去的人。他把对陈海的爱和愧疚一部分转移到了他弟弟陈泽的身上，另一部分则深埋心底，用工作和事业来麻痹自己。而我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局外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墓园的，我只记得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浑身冰冷。我回到公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遍遍地回想着和柳如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想起了她偶尔会对着一张旧照片发呆，我想起了她每年都会在一个固定的日子请假消失一整天，我想起了她在我面前总是那么要强，那么不肯示弱。原来不是她不爱我，是她不敢爱，她怕再次受到伤害，怕再次失去，所以她用一层厚厚的盔甲将自己包裹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而我却用最残忍的方式亲手撕碎了她的盔甲，让她鲜血淋漓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痛得无法呼吸。去查一下5年前陈海的那场车祸。是啊，半个小时后，李想将一份调查报告发到了我的邮箱。当我看到报告内容的那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办公桌上。那场车祸不是意外，是人为，而幕后主使不是别人，正是柳如烟的父亲柳董事长。他为了阻止柳如烟嫁给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为了让他能安心地接受家族的商业联姻，竟然不惜买凶杀人，这个禽兽。而柳如烟对此一无所知，他一直以为那只是一场意外，他把所有的痛苦和自责都一个人扛了下来，而我却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支持的时候，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击。我拿起车钥匙，疯了一样的冲出办公室，我要去医院，我要去告诉他真相，我要向他道歉，祈求他的原谅。然而当我赶到医院时，迎接我的却是一间空荡荡的病房。护士，这间房的病人呢？哦，你说那个柳小姐啊，半个小时前被她父亲接走了。柳董事长，我的心猛地一沉，他把柳如烟带走了，他想干什么？杀人灭口吗？柳如烟在哪儿？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喂，蒋帅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如烟在哪儿？如烟呐，她累了，我让她回家休息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你放心，她很好，你最好别动她一根汗毛，否则我让你整个柳家为她陪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蒋帅，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的那点小把戏我已经知道了，你安插在我公司的人我已经全部清理干净了，你用来威胁我的那些东西现在也都在我手上了。他的声音充满了嘲讽和不屑。年轻人，你还是太嫩了，跟我斗你还差得远呢。对了，忘了告诉你，如烟，我已经把他送到国外了，这辈子你都别想再见到他了。说完，他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已经是无法接通的忙音。我浑身冰冷，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我从未想过自己会败在刘董事长那只老狐狸手上。我以为自己运筹帷幄，将所有人都算计在内，却唯独算漏了他。他一直在我面前扮演着一个昏庸无能、贪图享乐的退位者，让我放松了警惕，却没想到他才是一直隐藏在幕后，操控着一切的真正玩家。他利用我对柳如烟的感情，利用我对他的轻视，在我背后悄无声息地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等我反应过来时，早已深陷其中，动弹不得。我辛苦安插在柳氏科技的棋子被他一一拔除，我用来威胁他的商业机密被他反过来制衡，甚至我自己的公司也因为他的狙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短短几天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我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猎人变成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猎物，而我最在乎的柳如烟也被他送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断绝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3天3夜没有合眼。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脉和关系去寻找柳如烟的下落，却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第一次感到了如此的无力和绝望。难道我就这样放弃了吗？不，
我不能，我还没有告诉他真相，我还没有向他道歉，我不能让他带着对我的恨和对过去的愧疚，孤独地过完下半生。更何况他现在落在了他那个禽兽不如的父亲手上，谁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我必须找到他，哪怕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他找回来。我开始疯狂的反击，既然刘董事长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将他当年买凶杀人的证据匿名交给了警方，同时我联系了国外最大的几家媒体，将柳家的丑闻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了全世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一时间，柳家成了众矢之的，股价暴跌，合作伙伴纷纷解约，银行上门催债，屹立了近100年的商业大厦，在短短半个月内就走到了摇摇欲坠的边缘。刘董事长终于坐不住了，他主动打电话给我，约我见面，地点是在市中心最高的一家旋转餐厅。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短短半个月不见，他像是老了20岁，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意气风发。你来了。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愤怒，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英雄末路的颓然。柳如烟在哪儿？我没有跟他废话，直接切入主题。蒋帅，我承认我小看你了，你比我想象中要更狠，也更聪明。我再问你一遍，柳如烟在哪儿？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找不到的。你以为你把他藏起来，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我知道，所以我们来做个交易吧。什么交易？我告诉你，他在哪里。作为交换，你放过柳家，也放过我。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蒋帅，算我求你，柳家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毁了。我看着他苍老的脸，心里没有一丝同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不是他当年心狠手辣，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如果不是他禽兽不如，为了利益不惜杀人；如果不是他自作聪明，把所有人都当成棋子，我们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可以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要你把你当年所做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柳如烟，我要让他知道他这些年到底有多傻，有多可笑。我要让他彻底看清他这个父亲的真面目，我要让他从过去的阴影里真正的走出来。刘董事长听到我的条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挣扎了很久，最终还是颓然的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上面是一个瑞士的地址，他就在这里，一个私人疗养院。他声音沙哑地说，我把他送过去，是希望他能忘了过去，重新开始。我没有伤害他，真的。我接过纸条，站起身，没有再看他一眼。你好自为之。说完，我转身离开。柳如烟等我，我来了。我以最快的速度订了飞往瑞士的机票，10几个小时的飞行，我没有合过一次眼，脑子里全都是柳如烟的身影。我想象着她现在的样子，是憔悴了，还是瘦了？她会不会还在恨我？她见到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是歇斯底里的打我骂我，还是冷漠的视而不见？无论哪一种，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肯见我，就足够了。飞机降落在柳黎市机场，我没有片刻停留，直接租了一辆车，按照纸条上的地址往那家疗养院开去。那是一家坐落在半山腰的大院子，环境清幽，风景优美，像个世外桃源。我把车停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在前台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柳如烟的病房门口。我的心跳得飞快，手心也全是汗。我抬起手想要敲门，却又迟迟不敢落下。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从里面被打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请问您是？我找柳如烟。医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你是他的家属吧？跟我来一下办公室，我有些情况需要跟你说明一下。我的心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的全身。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柳如烟的病历，诊断结果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几个字：重度抑郁，伴有精神分裂前兆。病人刚送来的时候情况很糟糕，他不吃不喝，也不跟任何人交流，整天就抱着膝盖坐在角落里，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我们给他做了很多心理疏导，但效果甚微。他好像把自己封闭在了一个谁也进不去的世界里。直到前几天，他的父亲来看了他一次，跟他聊了很久。从那以后，他的情况才稍微有了一点好转。他开始愿意吃饭，也愿意跟我们说几句话了。虽然大部分时候他都只是在喃喃自语，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医生的话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我无法想象柳如烟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如果我当初能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信任，如果我没有被嫉妒和愤怒冲昏了头脑，
如果我，可惜没有如果。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后花园的阳光房里，他喜欢那里的花。我谢过一声，踉踉跄跄地往后花园走去，穿过一片姹紫嫣红的花海，我看到了那个坐落在中央的玻璃阳光房。透过明净的玻璃，我看到了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身影。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病号服，坐在一个摇椅上，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轻轻地晃着。阳光洒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看起来那么不真实。他的嘴里还在不停地哼着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摇篮曲，脸上带着一丝温柔而满足的微笑，那样子就像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天真而又脆弱。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我推开阳光房的门，一步步地向他走去。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向我，那双曾经明亮如星的眼睛，此刻却是一片空洞和茫然。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如烟，是我。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哽咽着开口：“我来接你回家了。”他歪着头，好奇地打量着我，似乎在努力地辨认着什么。过了很久，他忽然笑了，那笑容纯净的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然后指着我，对怀里的洋娃娃奶声奶气地说：“宝宝，你看爸爸回来了。”爸爸。我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他把我当成了谁？陈海吗？我的心像是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痛得无法呼吸。原来他不是忘了我，他是把我当成了那个已经死去的人。在他混乱的记忆里，在他自己构建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里，他终于和他的爱人有了一个孩子，组建了一个家庭，而我只是这个虚幻世界里一个恰好出现的拥有着相似身份的替代品。多么讽刺！我曾经最介意的替身身份，如今却成了我唯一能够靠近他的方式。对，宝宝，爸爸回来了。我强忍着心中的剧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配合着他，我伸出手想要抱抱他，他却没有躲闪，反而顺从地靠近了我的怀里。他的身体很轻很瘦，抱着他就像抱着一团没有重量的羽毛，让我心疼得无以复加。爸爸，你这次不会再走了吧？不走了。我收紧手臂，将他紧紧地抱住，仿佛要将他揉进自己的骨血里。爸爸再也不走了，会永远陪着你和宝宝。我的眼泪无声地滴落在他的发间。柳如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从那天起，我留在了疗养院，以爸爸的身份陪在他身边。我每天陪他吃饭，陪他在花园里散步，陪他给那个洋娃娃讲故事唱歌。他很乖，也很依赖我。他会拉着我的手，让我看他新画的画。他会在我晚归的时候，抱着洋娃娃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等我。他会在我睡着的时候，偷偷地亲我的额头，然后满足地笑。我们就像一对最平凡的夫妻，过着最平淡的日子。医生说他的情况在一天天好转，他开始记得一些以前的事情，虽然还是零零碎碎的。他会偶尔叫出我的名字，蒋帅，虽然下一秒又会改口叫爸爸，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完全想起来，他会想起我们之间的爱恨纠葛，想起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到那时他或许会再次恨我怨我，但没关系，这一次我不会再放手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来弥补我曾经对他造成的伤害，我会陪着他直到他真正的痊愈，或者直到我生命的尽头。出院那天，瑞士下起了小雪，我牵着他的手走在白茫茫的雪地里。蒋帅，他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前所未有的清明。我们回家吧，没有爸爸，没有宝宝，只有蒋帅和我们。我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他想起来了。我看着他，眼眶瞬间就红了。我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了一个用力的拥抱。好，我们回家。雪花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薄薄的一层，仿佛不一小心就会白了头。我知道我们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些伤痛，那些隔阂，不会因为一句回家就轻易的烟消云散。但我愿意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他，也等我自己，等我们能真正的放下过去，重新开始。